听到林婉儿的说辞，叶晨下意识地皱眉问道：这怎么可能？你肯定是在骗我，怎么会呢？林婉儿笃定地说道：千真万确，婉儿可以用生命起誓。叶晨摇了摇头，非常认真且坦诚地说道：我姑且相信你说的，这戒指确实能把人送到其他人的面前，可刚才许长青忽然爆炸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并没有想过你，我想到的是我已经去世的父母。说着，叶晨又不禁喃喃道：好像最后的最后，我脑子里闪过我老婆的样子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我应该被戒指送到我老婆面前才对。林婉儿抿了抿嘴，带着几分伤感的道：叶晨哥哥，婉儿并没有骗你，婉儿自然知道你不会在生死存亡之际想起婉儿，只是这戒指是婉儿的父亲留给婉儿的，他在去世之前因为最想见到婉儿，所以戒指便将它送到了婉儿面前。叶晨听得目瞪口呆，没想到这戒指竟然真有这种神奇的功效。此时林婉儿停顿片刻后继续道：父亲将这枚戒指留给了婉儿，后来婉儿在北欧又把这枚戒指送给了叶晨哥哥。接着林婉儿话锋一转，又道：不过虽然婉儿把它送给了叶晨哥哥，但其实这枚戒指早已认婉儿的父亲为主，所以当叶晨哥哥今日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你遇到的危险，也记得婉儿的父亲当初在死之前曾经最想见到婉儿，所以他便像上一次将父亲送来一样，把你也送到了婉儿面前。叶晨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，良久之后，他不解地问：如你所说，这戒指简直就是能让人死里逃生的法器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为何将它送给我？林婉儿自嘲一笑，说道：戒指又不是永动机，它把一个活人瞬间送到千里甚至万里之外，是需要大量灵气的，我又没有灵气，带着它也没任何用处。说着，他又看向叶晨，问道：叶晨哥哥一定向这枚戒指灌注了许多灵气吧？叶晨点点头，回想起自己几次三番被这戒指抽干灵气，心中却再也提不起半分不爽，感叹道：原来他吸我的灵气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救我于水火。说着，叶晨忽然想到什么，连忙问他：可你不是在金陵大学参加军训吗？我记得我叮嘱过你，这些天千万不要离开学校的，你怎么又会在这里？林婉儿回答道：前2日郊外忽然发生雷暴，我察觉有异，再加上算出叶晨哥哥会有一劫，于是就赶紧请假回来了。这2天我哪都没去，也没让任何人进这院子，就是怕你随时会出现，万一我与克劳迪亚在寝室睡觉的时候，你忽然像今天这样出现，你该怎么跟他解释？难不成再把他的记忆抹去吗？叶晨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光着身子出现在金陵大学的女生寝室，顿时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，于是只能讪笑2声，感谢道：原来是林小姐早算到我有一劫，也算到我可能会被这戒指送来见你，所以才提前回来等候，实在是太感谢了。叶晨哥哥不必客气。林婉儿说着，又不禁有些羞赧地说道：只是婉儿千算万算，不曾算到叶晨哥哥会在婉儿沐浴的时候出现。叶晨回想刚才，心里也不禁有些尴尬，随即他只能岔开话题，疑惑地问道：对了，你没有灵气，为什么我当日在北欧没能抹去你的记忆？林婉儿轻叹一声：哎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言罢，他见叶晨嘴唇干裂，还不住地吞咽口水，便连忙问道：叶晨哥哥一定口渴了吧？叶晨轻轻点了点头。林婉儿嘻嘻一笑，说道：刚好婉儿还剩下最后一块普洱茶饼，一直没舍得喝，就是等着有朝一日能亲手煮给叶晨哥哥尝尝。叶晨哥哥稍等。叶晨忙道：林小姐不必这么麻烦了，给我倒杯白水就行。林婉儿站起身来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：婉儿留着的那块茶饼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普洱茶饼，叶晨哥哥若是不尝一尝的话，将来绝对会后悔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况且叶晨哥哥心中所好奇的一切，婉儿都会从那块茶饼开始讲起。说完，他不等叶晨回应，
连忙去取了自己的全套茶具以及那块一直珍藏的普洱茶饼。回到床前，林婉儿小心地在铜炉内燃起橄榄烧制的木炭，随后趁着烧水的间隙，将那块年头悠久的普洱茶饼拆开，用精美的普洱茶刀撬开一块。茶叶刚刚拆包的那一刻，叶晨就闻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特殊茶香。这种茶香味道非常浓郁香醇，而且经过长时间的发酵与储存，这茶饼自身的气味也带着一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古朴气息，令人不禁感到心旷神怡。叶晨自小看着父亲饮茶，偶尔也能跟着蹭上一杯半杯，所以对茶叶也算是颇有见识。可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特殊的茶叶，可以不夸张地说，在这块普洱茶饼的面前，所有普洱茶都黯然失色。林婉儿优雅地烧水煮茶，茶叶入水之后，遇高温迅速散开，一种更浓郁的茶香顿时扑鼻而来，让叶晨感觉头脑都在这茶香味中清醒了不少。随即，林婉儿将煮好的茶倒入小小的建盏杯中，随后将那清澈的茶汤递到叶晨面前，笑着说道：“叶晨哥哥尝尝看。”叶晨接过杯子，放在鼻下轻轻闻了闻，又浅浅地品了一口。这茶汤的味道极其丰富香甜，完美的嗅觉与味觉相结合，让叶晨惊得顿时瞪大眼睛。他不由感叹，这茶叶实在是太完美了，绝对超出了我对普洱茶的一切认知。敢问林小姐，这么好的茶叶到底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林婉儿笑着说道：“叶晨哥哥，这饼茶是300年前由一棵名为普茶之母的普洱茶古树结出了茶叶所制，它是所有普洱茶的母株，普天之下所有的普洱茶都繁殖自它，是最早的茶农不停将它的枝丫折断，带到各处重新栽培种植，才有了后来行销全国的普洱茶。”叶晨惊呼道：“这茶叶真有300年历史？”林婉儿点了点头，千真万确。只是这棵树在300年前被雷劈中化成炭了。叶晨哥哥现在喝到的是他最后1年产出的最后一饼茶叶，这饼茶喝完，世间便再无此番味道了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这故事是卖茶叶的人告诉你的吗？”“不是。”林婉儿轻轻摇了摇头，转身取过一个小包裹，将它小心翻开，里面赫然是一节历史悠久的雷击木。林婉儿将雷击木取出，悠悠道：“任何事物活得久了，都有它的结束，修道之人不例外，这棵树也不例外。它活了上万年，孕育了无数茶株，但它也有它自己的解药度，这便是它渡劫失败后的样子。”叶晨疑惑地问：“你为何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林婉儿看了叶晨一眼，随后又低头看着手中的那节雷击木，表情似乎有些挣扎。片刻后，他抬起头，用那双清澈的眼眸迎向叶晨的视线，朱唇轻启开口道：“因为300年前，奴家就站在滇南的天池边上，亲眼看着他渡劫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